各位好，聊完了比较好玩的待机显示啊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稍显严肃的话题啊，叫做 SOS 紧急联络。这个功能啊，我相信大部分用 iPhone 的用户都不太在意的一个功能。但是呢，对于也可能是我职业病的原因啊，我还是希望能够听到我讲 iPhone 内容的每一位都能够知道 iPhone 是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我们永远不希望任何人遇到的，但是万一你遇到了，你要知道，你手中的这台设备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帮助你救你一命的。那这个功能就是 SOS 紧急联络，而我觉得，起码我个人啊，当刚拿到一个新的设备的时候，我首先检查的一定是两个东西。当我把数据什么都弄完以后啊，一定会检查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健康 App 里面的健康核查清单，还有一个就是 SOS 紧急联络的设置，这两个是我一定会检查的。那关于健康 App 的这些设置，我之前的节目当中或多或少有聊过，可能聊的不是那么全面，但是大家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问题，那我就先姑且这样啊。以后有机会聊健康内容的时候，我们再去聊，因为 Apple Watch 我们还会聊到健康。那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回看一下我原来聊健康 App 的那一期第3季的内容啊。那关于 SOS 紧急联络，其实要比健康的设置要简单一些。那我虽然也没有用到过，但是我也希望在这里主要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iPhone 有怎样的 SOS 紧急呼叫的功能，以及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去激活它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演示。正常来讲，我相信大家都见过关机的界面。iPhone 的正常关机就是电源键和音量键按住不松手保持，直到出现关机滑块，这个时候把关机滑块滑过去就可以关机了。那稍微有一点留意的用户，你不难发现下面就有一个 SOS 紧急呼叫了，这个是默认设置，一般都会有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很多时候可能你不知道当地的紧急呼叫号码是多少，那也有的时候你可能调出这个手机键盘再去拨打太麻烦，来不及，或者说你有肢体上面的一些残疾，你不方便去按这么多的按钮，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能够让你快速的呼叫紧急联络的这个方式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取消掉，看一下设置。在设置当中就有一个显示在这里非常明显的红色的标志啊，叫做 SOS 紧急联络。我就是建议各位一定要打开这个，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正确的设置。那首先第一个叫做按住再松开进行呼叫，下面写的很清楚，若持续按住侧边按钮和任意一个音量键，就会开始倒计时会，然后发出这个提示音，倒计时结束之后松开按钮， iPhone 将进行紧急呼叫。这个功能是什么？也就是说你可以进行盲操作。刚才那个我们演示的那个就是关机滑块出来之后，是上面这个有个动画演示，看到吗？就两边一起按，然后出现关机滑块的时候你把它滑过去，这个功能你是关不掉的。那我再来一遍，就这个功能，然后滑过去紧急呼叫，这个功能你是关不掉的。而 iPhone 提供了你非常多的方式来进行紧急呼叫，这个就是一个。那这个开关是默认打开的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一直按住不松手，直到出现这个还按住，看到吗？开始倒计时了。如果我一直不松手，它就叫出去了。到6秒钟开始，闪光灯开始闪烁，然后开始发出滴滴这样的声音。如果你松开就算取消，如果你还是一直保持按住，就放出去了。那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可能接近昏厥，或者是手在抖，类似于癫痫发作这种，我不太确定啊，但是应该有这种情况，急性发作。那其实你这种情况下，人是没有办法理性的再去操作手机解锁，找到电话 app， 然后点击拨号键盘，点什么120、911什么各种你这个可能就一方面时间也不允许，再一方面你已经肢体不允许你这样进行操作了。那这个按钮只要你一直按住保持不放，用力按住抓住不放哪怕抖也抓住不放，那么持续按下去它就可以帮你进行呼叫。
那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？它提供第二种方法，叫做按5次呼叫按钮，就是这里啊。如果你把这个打开的话，按5次这个电源键，同样可以实现啊。我这个心惊胆战的再给大家试一下啊，看好啊，我这边音量不按了啊，我只用大拇手指按这个电源键按5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。哎，等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开始。刚才可能按的太慢了，我赶快关了，不要让它再滴滴了。给大家讲个有趣的事情啊，我在 Apple Store 做这个 Apple Watch 的这一个讲座的时候，然后为了演示这个功能，我在我的这个演示机，还不是我自己的手表啊，公司演示用的，就没有任何网络的那种 Apple Watch 上面，不当心的打出了中国大陆的这个119，然后我吓死了，赶快关掉。我结束之后还问我们同事，我这个算不算误报啊？他说你没有误报，你只是误打了，你并没有说这里有火灾啊，应该是没事的啊。那是吓死我，所以我现在演示这个时候我一直心跳加速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希望大家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记住并且知道这个功能。如果你觉得有需要，你可以把这2个都打开。那每一种方式都可以，一个是这边连续按5下，一个是这边，哪怕你癫痫了，你就按这边，你就叭，你按6下也没事啊，就多按几下它就激活了。但是如果你怕误触的话，你就把这个关掉，毕竟这2个一直按那么久，这个还是不会有任何误触的风险的。那最后一个叫隐式呼叫，什么意思呢？大家会发现用以上3种方式，除了这种不算，以上这2种方式去呼叫 SOS 紧急联络的时候，它都是会有这个到了第6秒的时候，倒计时6秒，其实从开始倒计时手机就震动了，大家看不到，但是我手上能感受得到。那么到倒计时到第6秒的时候，就开始大家能够听到那种最高音量的警报声，以及闪光灯在闪烁。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功能？其实这个功能设置的原因非常简单，如果你需要帮助的情况下，你已经没有办法说话了，或者说你真的需要路人、陌生人来关注到你是需要帮助的，那这种闪灯和高亮的警报声的闪烁就会提醒你身边的人。 iPhone 用它最大的能力，最亮，它所有能够提醒人类注意的方式，它都用到了极致，用这种方法来去帮你吸引周围的人注意，来告诉周围的人这里有一个人需要帮助。即便你打了紧急电话，那么如果你没有办法正常的说话或者表达各方面的原因，周围的人听到了这种警报声或者闪光灯在闪，他也会来帮助你。应该吧，看你在哪个国家。所以如果你不希望这种方式，比如说我们随便讲，被劫匪绑了，他忘了收你的手机，你的手机就在手上，那你手绑在后面，你没有办法看着屏幕拨电话了。可是这个时候你突然想到，哎，我可以持续按住这2个按钮来报警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。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设置，你直接一按到6秒钟，滴滴滴一闪，那你不完了吗？所以这种情况下，你只要把这个隐式呼叫打开， iPhone 就不会有任何明确的提示，它不会有闪光灯，也不会有警报声，可能震动还是会有的，但你握在手上，应该别人也听不到震动，应该听不到啊。那这个时候你就一直按住，10秒钟之后就直接这个紧急电话就打出去了。那还有一个设置叫做发生严重车祸后呼叫，这个就看机型了，一定是 iPhone 14以后的机型，或者是你有应该是第8代还是第9代的 Apple Watch 是支持车祸自动报警的。因为 iPhone 的传感器它的能力被大大的增强之后，它的这个检测范围可以检测到车祸了。那这个时候车祸发生了之后，如果人昏迷或者怎么样，你的手机会自动给你报警，而且它应该是会用自动的语音去告诉接线员说在什么地方iPhone 判断发生了车祸。这个还是非常贴心的。那这个功能在中国大陆也是有的，只要你是 iPhone 14以上的手机都可以用啊。当然你也可以在健康 App 当中设计紧急联系人了，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回看那个健康那一集，建议大家去设好这个紧急联系人啊。那最后一个还是可以通过卫星的方式进行 SOS， 但是对于 iPhone 来讲，这个功能在中国大陆地区是没有办法用的，即便你买的是海外的 iPhone， 理论上也是不行。因为中国大陆的整个领空范围内、领太空的范围内的
卫星的各方面也都是被禁止的啊。大家知道这个星链也在中国大陆也是被禁止的，所以这个你海外是没问题的，这非常好的一个功能。而且最近这个卫星通讯也不仅仅限于 SOS 紧急呼叫了，就是你不是紧急的情况，但是你比如说你到一个国家公园去玩，就是没有手机信号，但是你也可以通过卫星免费的去给家人发这个 iMessage 的聊天啊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进步，关键是免费的还是啊。那这个里面呢，其实有提到啊，在这里第一行字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在某些地区，你可能需要指定要拨打的紧急服务。这个说的是哪儿呢？这个说的就是中国，因为中国大陆是有3个紧急服务的电话号码的啊，这个在中国大陆生活的都知道，一个是这个110，一个是120，还有一个是119。它的这个警察、医院和火灾是分开的，这个跟很多国家不一样啊。大部分的这些国家其实都是一个911嘛。是911吧？啊，就911。哎呀，这紧急呼叫，不管你有什么，只要是紧急情况，叫这一个号码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你这个国家有3个紧急号码的话呢，一旦 iPhone 你打开了这个紧急联络之后，它会跳出来一个选框，让你去选你是什么什么什么。所以由于这个东西我也不敢试了，因为上次已经发生过一次这个故障了，我也没办法再试。而且现在我人也不在国内啊，我更不能试了。这一打911打出去了啊。那所以这个还是大家要知道一下，可能在中国大陆地区，你直接滑动那个滑块，它并不会直接打，而是会跳出一个框让你选你那3个要打哪一个，大概率上会有这么的一个情况发生啊，否则我上次也不会打到119去了，它肯定是自动打的，不是我手动拨的119嘛，要不我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？所以这一期呢，就是跟大家去聊一聊 SOS 紧急联络这件事情。希望大家知道的温故而知新，那不知道的一定要重视这样的一个功能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个功能呢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不要用到的功能。但是呢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也希望大家一定能够知道有这个功能，并且更重要的是知道它的各种激活和使用的方式以及注意事项，这就好了。好，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